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和亲戚去滑雪，难道是和他姐姐？肯定是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嗯。我不让你先吃吗？我还不饿。我把红烧肉端去微波炉，再热一下。 哥，你过年有什么计划？没什么计划，回家过年吧。哦，你明天回去陪妈吧，我28回去。哦。怎么了？ 哥，你发了年终奖，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玩？我看同学群有好多同学都去外面玩，有什么去青岛的、海南的、长白山什么的。我特别想去长白山，同学说滑雪挺好玩的，我也想去试试。可以。最近妈妈身体好多了。 我们也出去走走。不过长白山有一点，妈妈一直怕热，一热就胸闷，倒不怎么怕冷的。妈妈以前还说想去北方看雪呢，你忘了？就是南京太少下大雪了。那我回头问问妈妈的意见。行，吃饭吧。 我们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过年也想出去度假，不然待在家里就是被催婚。天哪，我才28岁就催婚。那我们去哪？随便找个地方逛逛。泰国比较暖和，或者去北海道滑雪也不错。可以啊，我日本签证现成的。你们在聊什么啊？这么兴奋？年终奖。 我们在聊过年的时候去哪里度假，有可能去泰国冲浪，也有可能去北海道滑雪。冲浪不带我，我可是高手。滑雪我不行，不过我正好想学。你也不回家过年？我爸妈比我还时髦，早就要去欧洲度假了，而且明确表明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带我。你们可一定要收留我啊！我把吃饭都包了。好，那欢迎加入。庄、嘉庆，你们呢？要不一起吧，大家一起玩多热闹。我没问题，我家里有我哥哥替我尽孝。
我去不了，已经答应弟弟要带他和妈妈一起去长白山过年了，而且我也没泰国和日本的签证。长白山，听上去也不错哎。对呀，听说长白山有几家雪场做得很不错，不比法国、瑞士差。我也早想去试试了，要不我们就去长白山吧。说真的，日本我都去腻了。好，我赞成啊。哎，庄，你订的哪天的机票？我们方便一起吗？不会给你添麻烦吧？不会，大家一起更热闹。我订的年初2的机票，从南京出发的，下午1点就到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赶紧把机酒都订一订。酒店就订庄同一家好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房间，看一下。什么事情聊那么开心？我们在聊过年的时候一块去长白山滑雪度假呢。长白山好啊，10多年前我跟我太太去过的，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啊。来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啊，还好我们机智，换了厂服，不然的话衣服都快脏死了。哎，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吗？之前不是说要等到晚上10点钟以后才能布置明天的会场吗？好像酒店今晚有个活动，主办方临时取消了，所以通知我们下午就能过去布置。后勤部刚刚好多人过去了。那崔琴，你坐这个车。我、西瓜、阿如就坐公交车过去。行，好嘞，没问题。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对，这个台放这里。对，摆这。来吧，谢谢。看一下这样行吗？哎呦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谢谢。哎，倩倩，带过来这个美女没见过。是我前阵子在无锡认识的好朋友，叫念媛。今天正好过来玩，我就问问你能不能带过来一起吃个饭。当然可以啊，这顿饭本来就是请你的。上次带我投的项目赚了那么多。哎，小姐姐，一会儿吃完不要着急走啊，在苏州玩2天，我请客。那可能待不了呢。让一下，让一下啦！根本不让他在外面过夜的。待会儿大家人齐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念媛可是来自无锡的神秘千金。哦呦，那可得认识一下的。罗克，小心你身后。你没事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走路的？你又长眼睛啊？不是，哎，你衣服后面破了个洞。什么？那是海外寄了1个月才到手哎，今天第一次穿。对不起，但是我刚刚已经停住了，是你自己不小心倒了。哎，我们并没有怪你，但是你怎么这个态度啊？一开口就推卸责任，还反咬一口。就是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说明一下情况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何止还是老子的错啊？我还要给你赔偿这一地的破烂是吧？本来不想跟你一个女的计较，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啊，照价赔偿。阿如，怎么了？西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念媛，你认识他？西瓜，我刚刚把东西搬去会场，但是箱子太高挡住我视线了，我一直在喊让一下让一下，结果还是跟人撞上了。不过我确实是已经停住了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撞上来的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念媛说的没错，你真的很会狡辩。我们本来也懒得和你计较了，你们也赔不起。但是你一直推卸责任，真的很恶心人。大可不必这么快下定论，谁推卸责任谁恶心人还说不准呢。不妨问酒店调下监控吧。如果真的是我们责任，我们肯定道歉加赔偿；如果是你们的责任，也麻烦你们道歉赔偿。调监控要多久啊？你这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就是，我们的时间多宝贵。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，可能是你们在浪费我们的时间。你哪里冒出来的？哎，罗克，算了，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去大动干戈的。
还有你这个衣服破了，挺有风格的，就算了吧。啊？是吗？是啊，直接变成颓废朋克风。行。既然我们赵公子都放话了，那我就放你们一马。你给老子道个歉，态度好点，不要找借口，我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，不要等着赔我几万块钱的衣服钱哦。几万？不行，我觉得还是调一下监控，明确一下责任吧。西光，算了，他那个衣服好几万呢。不要了。还是算了吧，我感觉，也许真的是他自己摔的。罗克，算了，别和他们浪费时间了。听他们一句道歉又不会长块肉，我们倒是饿死了。真晦气！哎，走吧，走吧，咱们走吧。抱歉，刚才看见了，确实是我朋友的问题。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损失，你可以来找我，代他赔偿。不用了，如果真的有什么损失，我们自认会起。他们中间还是有好人的，居然会承认错误。放放马后炮而已，哪里好啦？明知道是他们自己责任，还假惺惺说放我密码，还有他刚刚递名片那个样子，你不觉得很恶心吗？你说的对。不过西瓜，你刚才坚持要看监控，我还拦着你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，虽然受点气，但总归解决了就好嘛。而且主要是那个监控，万一没拍下来就更说不清楚了。那个衣服好几万，哪怕一半我也赔不起。明白。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不过刚才那个女生是不是认识你啊？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？没事，无关紧要的人，不用在意。拿了，小衣服。你刚刚去和他们说什么？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？怎么会呢？问想他们哪个公司的？哎，对哦，问到了吗？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回头找他们老板。他们不敢说，算了，没意思。他们肯定不敢说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罗克赚大钱。嘿嘿嘿嘿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情还是要感谢我们芊芊。这次我家老头终于睁眼看我啦！早知道当初啊，多投点。你想多投还没份。再说我自己也怕，慢慢来呗。聂远，你怎么会认识这些人？没事儿，谁不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呢？走，吃饭去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芊芊，聂远到底什么来头呀？你先跟我透露一些。是无锡聂成远的，他妈妈是聂成远的初恋白月光，可惜当初被家里拆散了。但是聂远吧，你懂的。
大慈大悲大神仙菩萨，大慈大悲大神仙菩萨，大慈大悲大神仙菩萨。妈，原来是你呀！哎呦，听汽车的声音，我还以为程远回来了呢，害得我赶紧跑过来念佛。你又开他的车出去了？聂叔叔同意我开的。再说他那么多车，不开也会坏。你不是去苏州给朋友过生日了吗？怎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？他们怎么你了？他们很好，没怎么我。妈，我今天看到聂希光了，他好像在什么公司上班，穿得脏兮兮的在那儿搬箱子，装得好像很穷很能干似的，恶心死了。而且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闭嘴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说他的坏话。我又不在聂叔叔面前说，你干嘛嘛我？因为你没脑子，养成习惯了就会控制不住。你嫉妒他干什么？你管他把你放在眼里，哄好了聂叔叔才是正经。多说点他的好话，说点聂叔叔爱听的，懂了吗？我知道了。妈，你还记得2年前聂叔叔第一次带我去参加宴会吗？那次我们说了好久，最后听说那个姓姜的不去，聂叔叔才同意带我去见见世面。谁知道碰到了聂希光，那个聂希光从头到尾正眼都没给我一个，就跟今天一样。后来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那次以后，聂叔叔就再也不带我参加这些宴会了，这边圈子里的人也不理我，所以我才想结交一些外地的朋友。谁知道又碰到了他。妈，你说他会不会跟我苏州的朋友说我坏话呀？这些朋友都很厉害，很有本事，我还想跟他们学点东西呢。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他还能个个都认识啊？你瞎担心什么呀？他多半跟他那个妈一样，清高得很。你不正面对上他们，他们不会来弄你。他肯定现在在跟他妈告状呢。不过还好我聪明，看到他之后，我什么都没说。累到不想说话了？没有。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你处理得很好啊，为什么不开心？也没有不开心吧，我就是在思考。阿如后来还为了我坚持要调查监控这件事情道歉了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其实是我欠缺考虑了。你看啊，我是不怕赔钱的，所以我一定要争一个是非曲直。那如果真的是我的错，我就赔偿道歉，但是你不能冤枉我呀，我不能受冤枉气。可这也是因为我有底气去承担任何后果嘛。可对于阿如来讲，这件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。那如果他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我确实不应该擅作主张，坚持调查监控。你最后并没有坚持，不是吗？那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嘛。
我现在就是在思索其中的道理。其实，如果你一开始不摆出追究到底的架势，对方恃强凌弱惯了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你顶住压力，针锋相对，紧要关头用懂得设身处地、见好就收，这件事情才能迅速解决。你处理得这么漂亮，应该感觉到骄傲啊！你是不是太会找角度夸人了？被你说的，我好像很厉害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好像是。我真的就是这么厉害。那我们达成一致，我们小聂总方方面面都有个当个好老板的潜质。哎，你不要夸我，你一夸我，我就觉得你要给我安排工作，这肯定是一种心理战术。你是不是辅修过心理学？倒是的确修过。啊？你果然不清白，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啊！我要是有心理战的本领，肯定不用来骗你公子。那用来骗我干嘛？你快吃啊！等一下都糊了。我有个问题。啊？那个赵公子是何方神圣？我哪知道？感觉很虚伪，这个人，名片我都没卡，懒得搭理他。做得好，这顿我请。本来不也是你请吗？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布置了你跟张总明天要写春联的桌子。你看，看这个，我撤了一些摆设，然后把气球什么都拿走了，感觉更清雅一点。你看这样，我看看，的确不错。嗯。我还不知道你练过书法呢。我平时签字难道不帅？帅气。不过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突击一下，多背几副春联？光字写得好可不行，万一到时候词穷了怎么办？不用，背多费劲啊！我准备了小抄。写得好啊！哎，这一看就是行书啊，这是有师承的。哎，大家多排林总的队啊，排林总的队。排谁的队伍都行，不过说好了，今天张总和我在这写一下午，晚上可不能再安排我们唱歌跳舞了啊！哎，张总、林总，给我们抽个大奖啊！放心，至少抽一个。人人有奖奖，人人有奖。张总，我们要大奖。我来写，继续。大家记得过来签到领号码牌啊，不然人人有奖奖都没有啊。这么多人。
来轮不到我们了。早知道就提前跟领导要一个。就是啊，明天放假直接回家肯定来不及。唉，不然贴在宿舍门口，该多避邪呀！你笑什么？难道你偷偷让林总给你写了？没有。我就是突然想到，如果让林总写一副春联贴在我们宿舍门口，应该写什么？写什么？立字为据，永不加班。这孩子上班上傻掉了。最激动人心的1等奖的抽取，有请张总上台抽奖。奖品是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护肤品套装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精心呵护自己，容光焕发。获得1等奖的幸运儿是078-125-90199-235-202，请中奖员工上台合照。还有不少人没中奖啊！难道大家只能拿一个人人有奖奖啦 ？No！ 大家别沮丧，今年我们公司还为各位同事准备了具有趣味性的神秘大奖。有请林总上台抽奖。第1个神秘大奖：带薪休假7天。139。耶！谢谢林总。人人有奖。我们真的是可怜姐妹花，奖品是我们颁的，奖项是我们想的，结果呢，就中一个人人有奖，100块。好了，大过年的说点吉利的呗，不能说可怜。唉，100块，请我侄子侄女吃肯德基都不够啊。你攒明年就够。玉环，你看，西光更不吉利。居然诅咒我们明年再抽中100块！哎，我没有，你不要乱理解。没中奖的3位女士，要不要送你们回公司？不用了，林总，我和雨华要走路消消食，你送西光回去吧。西光要回去收拾行李。那我先走了，快走吧。雨华呀，怎么？我如此积德，明年林总应该能抽我个大奖吧？还要回去收拾行李？不用啊，放假才几天，年初9就回来上班了嘛。英姐很不错。我们都不错，有问题的是你，抽奖抽不中我们，年会结束还要跑到我们面前贴脸开大。
刚刚在台上抽奖时，我刻意不看你，就怕多看你一眼，回头抽中像是暗箱操作。谁知道，小宁，你运气是不是有点差？我都这么有诚意了，你还中不了？你这么心虚又复杂的心理活动，可能中奖大神都难以理解吧？看来还是我的错。年后请大家大餐弥补。那要吃最贵的。这个挺贵。那边好热闹的样子。我们也去走走，消消食。好呀。这个时间还有这么多人，可能是因为快过节了吧。这里和我们无锡的南长街很像。听说过，但是还没去过。你明年少给我安排点工作，我就带你去，从头吃到尾。你公然贿赂领导？是哦。我贿赂领导，少让我加班，你报到派出所看看抓谁。糟糕了，快说不过你了。因为我有理啊。哦。哦。那，你过年回上海？不，今年去北京。其实以前每年都是去瑞士过年。我妈妈在瑞士定居，不过今年她和叔叔回国开会，就不用跑那么远了。叔叔？我妈妈现在的丈夫，我爸爸早已过世多年。抱歉。没事，很多年了。上次你说要去长白山滑雪。嗯，我们和舅舅一家人在无锡过完大年夜，年初一一起飞长白山。你的滑雪技术怎么样？初级到一直刹车的水平，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滑了。挺好的，听上去很谨慎。双板。你会滑雪吗？每次去瑞士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雪山上，毕竟国外实在没什么好玩的。那你滑双板还是单把？以前是双板，这2年改单板了。双休？你吹牛的吧？这又不难，花点时间罢了。哦。突然发现，今年的年度计划还没完成。那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
读书急着跳级，上班一天恨不得当2天用。还是第一次觉得，这样慢吞吞的，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，真好。那我上去了。好，明年见。明年见。看，白雪一片片落地。看，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再烧条鱼就好了啊！要糖醋的，知道的，知道的。下锅喽！哦，开始烧鱼了。给你儿子打个电话。哦，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家？哦，你人呢？到哪儿了？你妈妈菜都烧好了。爸，我在村口那个遇到几个人就聊了聊。你在那儿干什么呀？赶紧回来。喂，在哪儿呢？妈，已经到村里了。程远，不是说程远说你回来啊？后面的声音，你在前方停下。我顺路捎了他们一程。给我马上回来，不然就别进门了。等鱼烧好了，咱们就先吃，不等了。吃吧，吃吧。哎，真的不等啊？不等。那我们吃饭，不生气了哈。大过年的，不生气。他小的时候啊，我就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回，钱老头不是个好东西，坏事做尽。可他就是听不进去，非往人家那儿凑。我这老脸啊，都被他丢光了。爷爷，我小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讲呀？你出生那会儿啊，我跟你奶奶也长大了，都改背后说了。肯定不能当着你说呀，回头你一不小心说给你妈听了，让她觉得我们总喜欢在背地里说人的坏话，那多不好啊！那这个钱什么，他都干了什么呀？哎呀，他偷鸡摸狗的事儿干太多了，偷过东村孤儿寡母家当口粮的山芋，之前我们家不是盖老房子吗？他还来偷我们家木头。啊！哎呀，最早的时候，你爹跟钱丰平谈恋爱，我们不同意的。你爹一口一个爹是爹，女儿是女儿，气得我胸口疼。气死！爷爷奶奶，以后你们讲这些啊，带我一起，我爱听。爸妈，女儿，你们还真的不等我呀？爸，别气了。路上我被其他人拦着说了几句，你知道，你儿子现在名气大了，那些乡里乡亲不搭理也不行，不然回头不得说我有了钱就忘本。坐下吃吧。这大过年的，
我看小光面上不说你。哎，爸，我上次不是给了你2箱茅台吗？你怎么还喝这个？喝惯了。茅台在柜子里，你要喝自己倒吧。算了，茅台喝多了腻，换口。你在苏州上班的怎么样？还好吧。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还好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我女儿，愿意去基层积攒经验，我很高兴。但基层跟管理层是不一样的，而且，光伏行业在这个节点能折腾出什么花头？不如趁早回来，我在公司给你安排个位置。过完年你也23了，也是时候考虑一下人生大事了。一个人飘在外面，算个什么说法？小光啊，吃鱼。今天奶奶烧了老了一点，入味。多吃点啊！明天什么时候去长白山啊？中午的飞机。你跟你妈要去长白山？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走走停停，数不上数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昨天下的雨停了吧？今天暖阳正浓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享受住你温柔笑容。